美俄北极对决，美国已经输了。单看俄罗斯现在的样子，谁能想到俄罗斯曾经数次蹲在北约门口求着要进去，结果大家都知道，北约将俄罗斯拒之门外，吸纳了俄罗斯的一众邻居。于是俄罗斯黑化了，将目光投向了北极，想要证明自己。过去20年，俄罗斯在北极大搞军事扩张，42艘破冰船，数十个军事基地，硬生生把北极变成了堡垒。反观美国，破冰船只剩1艘还能用，大多军事设施也已经废弃。北极这一局，美国要输了吗？申请加入北约这件事，其实早从苏联时期就开始了，而且至少有4次。第一次是1954年，彼时赫鲁晓夫刚上台1年，就让外长莫洛托夫去干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申请加入北约。在苏联那群人的脑回路里，这件事成了，自己就是北约一员；不成就说明完全是北约要针对我。当时北约成立才5年，第一任秘书长伊兹梅的话还历历在目，把俄国人挡在外面，把美国人留在里面，把德国人按在地上，防的就是你，结果你说你要加入，这操作给北约都看不会了。再加上当时奥地利和德国的问题还没解决，东欧又被苏联搞成了集权控制区，苏联还在联合国裁军问题上拒不配合，北约索性就拒绝了苏联。结果苏联转头就在1955年拉了华约出来单干。第二次是苏联快解体的时候，戈尔巴乔夫找上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贝克，大意和赫鲁晓夫那次差不多。你们说北约不针对我们，那你们直接就接纳我们进北约，或者建立一个泛欧安全体系，直接取代北约和华约。但不管是哪一条路，都要确保苏联的话语权。对于他的想法，贝克只有一个评价：一个美好的梦想。这自然又是拒绝了。最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苏联解体的前几天，北约和华约部分国家的外长在布鲁塞尔总部开联席会，会议开到一半，苏联大使阿法纳西耶夫斯基突然站起来宣布苏联不存在了。然后他当场宣读叶利钦的信，说要讨论俄罗斯加入北约的问题，并且要将其当作俄罗斯的长期政治目标。直到普京上任初期，加入北约依然被他当作了俄罗斯的目标。但是大帝一边想要加入北约巩固俄罗斯的地位，一边又不想放下身段。他想的是，我都愿意加入北约了，那怎么能跟其他国家一样走常规的入约申请流程？你们北约必须先低头，然后邀请我，我同意了再加入，这样才算皆大欢喜。北约那群国家又不是傻子，他们是在找盟友，不是给自己找个爹，当然不可能如普京所愿，上赶着求俄罗斯入约。所以普京的多次试探都被婉拒，无论是克林顿还是小布什释放出的信号都是不行。前后至少4次求入约，全被拒绝了。与此同时，俄罗斯眼睁睁看着自己身边的邻居一个接一个走进那扇自己敲不开的门。1999年，波兰、匈牙利、捷克加入；2004年，波罗的海3国加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7国同时入约；2009年，阿尔巴尼亚和克罗地亚加入；2023年，芬兰加入；2024年，瑞典加入。俄罗斯就这样被一圈一圈围了起来，4次敲门，4次被拒，然后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被请进去，俄罗斯破大防了。想要证明自己仍然是一个大国，想要证明北约错了。既然欧洲方向的门被焊死，那就换个方向，往北看。这一看不得了，长达2.4万公里的海岸线，全球1/3没开发的油气，还有一条比苏伊士运河还短40%的航道。这哪里是北极，分明就是金矿。什么你的他的大家的，北极天生就该是我们俄罗斯的后院。根据俄罗斯官方统计，俄罗斯北极地区的人口只占全国的1.3%，但这1.3%的人住的地方贡献了全国15%的 GDP 和25%的出口额。更狠的是能源，全国75%的天然气、20%的石油全从这里挖出来的。此外，全球30%的维他命天然气、13%的维他命石油也埋在这片冰下面。再加上过去10年海冰一直在缩小，新的航运路线在打开，那些埋在地下的油气突然可以运出去了。俄罗斯终于看到了一个机会，一个不需要经过任何人允许，不需要看任何人脸色的经济命脉。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北极开发行动开始了。俄罗斯的北极战略说起来就一句话，不装了，这里必须是我们的地盘。为此，俄罗斯在2020年搞了个2035年前北极地区发展战略，把北极写进了国策里。2023年又更新了海军学说，把北极列为最高优先事项。用普京的话说，北极将决定俄罗斯的未来，谁想竞争都不行，问就是我们有破冰船，你们有吗？俄罗斯运营着全球最大的破冰船队42艘，其中13艘是重型破冰船，能够全年在北极条件下运行。最狠的是那8艘核动力破冰船，不需要加油就能跑7年，而柴油破冰船每个季度就得加1次油。有了破冰船，就有了在北极行动的资本。谁想争地盘，先问问自己，你们有破冰船吗？没有破冰船可进不了北极。俄罗斯要的远不止破冰船，他要的是整片北极都在自己手里。2014年12月，俄罗斯干了一件大事，成立北方舰队联合战略司令部，把北极所有的海陆空部队全部归到一个指挥体系下。
从此，北极不再是俄罗斯的边疆，它就是俄罗斯的一个战区。分好战区，有了指挥体系，接下来就是重建军事基地。自2005年起，俄罗斯重启并升级了数十个苏联时期在北极圈内及近海岛屿的军事基地。我们一个一个看。克拉半岛是核心中的核心，这是北方舰队总部所在地，核潜艇基地、港口、机场全扎在这里。据国际战略研究所数据，俄罗斯12艘核潜艇中有6艘部署在克拉半岛，其中的北莫尔斯克1空军基地新建了滑行道和停机区。卫星图像还拍到了图142巡逻机和苏系列战斗机同场停放。北莫尔斯克3基地则是从2025年开始全面重建2500米跑道，并且到2026年前后建了10几个机库。附近的彼得罗扎沃茨克机场也在同步扩建，他们还计划一直到2030年，在北方舰队辖区内新建2个机场，改造7个机场。再往北推，法兰士约瑟夫蒂群岛，俄罗斯在这里建了一座叫北极三叶草的军事基地，建筑面积14万平方米，冬天零下47度，士兵无需外出，就能在建筑之间穿梭。用俄罗斯国防部的话来说，这个基地能容纳150名士兵，自主生活18个月。最值得关注的是，俄罗斯在弗兰格尔岛上新建了乌沙科夫斯科耶基地，而这个地方距离美国阿拉斯加只有大约480公里。换言之，俄罗斯已经把自己的军事基地网络修到了美国的门口。有了基地，还得有武器。俄罗斯原本在北极部署了大量的 S-300 和 S-400 系统，沿着整条海岸线撑起把防空伞，覆盖了从新地岛的罗加切沃空军基地到北德文斯克核潜艇造船厂的广阔空域。光有防空系统还不够，就在6月，俄罗斯还把核动力巡洋舰莫西纳夫海军上将号永久部署到了北极港口。这艘船修了将近30年，俄罗斯总算装上了心心念念的锆石和镐玛瑙高超音速导弹，再搭配北方舰队的大宝贝堡垒暗防导弹系统。俄罗斯的企图很明显，任何军舰休想靠近俄罗斯的北极海岸。当然，只靠自己武装怎么行？花了这么长的时间，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那必须让全世界看见。比如在2026年年初，俄罗斯就喊着2架图142反潜机完成了长达30小时的北极飞行，包括在北冰洋上空的空中加油，迫不及待地告诉全世界，这是首次，是首次。还有4月，北方舰队把导弹车开上了法兰士约瑟夫蒂群岛，演练反舰打击。单看俄罗斯的这些动作确实震撼，也让人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美国呢？难道美国就放任俄罗斯这么吞下北极了吗？冷战一结束，美国的政治重心就拐了个弯。90年代忙着消化冷战胜利的红利，2001年之后，全部精力被反恐战争吸走了。阿富汗、伊拉克、中东一线就是20年。等到美国回过神来，奥巴马政府又开始搞亚太再平衡，注意力又被拽回了太平洋。在这个时期和美国谈北极，美国的反应是太远了，太冷了，暂时也没人闹事，所以先放一放吧。这一放就是30年，这一放，美国在北极的军事存在都快没了。二战时期，美国在阿拉斯加建了大约300个军事设施，阿留申群岛上密密麻麻地排列着海军航空站、雷达站还有机场。现在这些设施大部分都废弃了。拿海军航空站阿达克来说，这是2战期间美军用来反击日军的地方，冷战时期做过潜艇监听站，1997年正式关闭，现在就完全变成了弃子。如今美国在阿留申群岛的永久存在只剩2样东西：埃里克森空军站运用着一个远程预警雷达，还有一个海岸警卫队单位，通常只配1艘巡逻艇，几百个设施缩成了2个点。格陵兰更惨，冷战高峰期，美国在格陵兰有17个军事设施，数千名军人加上战略轰炸机，还有气象站、兵下基地，整个岛几乎就是一个大军营。现在只剩一个皮图佩克太空基地，常驻人员从冷战的1万人缩到了大约150人。不过火力军好奇的是，美国的国土明明延伸进了北极圈，但有意思的是，美国从来没有在北极圈以北的自家领土上建过任何永久性军事基地。也不知道是觉得北极不重要，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最扎心的对比在海上，俄罗斯运营着数量庞大的破冰船队，反观美国海岸警卫队现役的破冰船一共只有3艘，其中能称得上重型的只有1艘吉星号，1970年代服役，今年刚刚过完50岁生日。原本设计寿命30年，现在已经超期服役20年。一艘船能服役50年，说明2件事：一是这船质量确实好，二是实在没有第2艘能替它的。为了让它继续跑，美国海岸警卫队不得不从另一艘已经报废的姐妹船极海号上拆零件来维持它的寿命。几十年的忽视让俄罗斯在北极捡了大便宜，也让美国在北极几乎成了缺席者。但美国真的打算就这么把北极让出去吗？当然不可能。2025年12月，北约干了一件被很多人忽略的大事，把丹麦、瑞典、芬兰的防务规划职责从荷兰布林瑟姆移交到了美国诺福克联合部队司令部。诺福克是北约最年轻的联合司令部，现在它的责任区覆盖了7个北极国家。通俗点说，以前北极防务是各管各的，挪威管挪威那段，丹麦管格陵兰那段，现在全部归到美国手里统一调度，而这只是开始。2026年，美国的国防战略直接把北极到南美的半球形关键地形列为了本土防御和战略竞争的最高优先级。
以前是太远了，先放放，现在确定了，北极就是必须守住的战略要冲。战略一定，剩下的事就好说了。格陵兰的缺口必须补上。特朗普一直心心念念格陵兰，主要原因就是这里的防务缺口太大了。2026年初，美国方面确定了要升级 P2 菲克基地的相关飞行设施，然后经过数月的秘密谈判，美国和丹麦敲定要在格陵兰搞3个新的军事基地。这3个基地的主要任务就一个，盯住俄罗斯。其中一个确定在纳萨尔苏瓦克，那里曾是美军基地，有小机场和港口；另一个可能在康克鲁斯瓦格，第3个还没公开，可能也是美军基地的遗址。此外，美军也在动。2026年5月，美国海军陆战队正式启动了阿拉斯加战役计划。这个计划就干2件事，一个是搞轮换，把陆战队员拉到北极圈里搞常态化训练；二是在阿尔门多夫、理查森联合基地设立一个永久性的联络小组，以前偶尔来练练，现在人要常驻在这里了。就在同月，北方司令部又搞了个叫北欧桥的东西，把北方司令部、北美防空司令部、欧洲司令部、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4个指挥体系全部串在一起，防务力量也拧成了一股绳。所有力量共享数据，把防线继续往前推。还有破冰船，俄罗斯天天炫耀42艘破冰船，美国怎么可能受得了这种差距？所以就在这个7月，美国海岸警卫队敲定了6艘北极安全巡逻舰的建造合同。柏林格船厂拿22亿美元造4艘，芬兰老马拿11亿美元造2艘。但最有意思的还是造船节奏。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报道，柏林格早在4月就已经悄悄砌了第1块钢板，没有仪式，没有剪彩，反正就是干。那个时候合同还没敲定。因为柏林格老大意识到一件事，美国不能再花10年时间去建立北极存在了，所以能早干就早干。按照美国方面的规划，这6艘船第1艘2028年就要下水，2031年全部交付。特朗普定的目标更大，最终要建大约55艘破冰船。俄罗斯用几十年攒出来的破冰船优势，美国要用5年的时间追上。不过美国也不是单打独斗，而是要拉着加拿大和芬兰一起干。早在2025年11月，美国、加拿大、芬兰就牵手合作了，要一起来搞破冰船。结合3国之力，总能迎头赶上。这里还要感谢一个国家，乌克兰。乌克兰为美国赢得了不少时间。从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那一天起，北极就不再是俄罗斯的后方，它变成了一个血库。最先被抽走的就是人和装备，比如第80独立北极摩托化步兵旅，俄罗斯从这里调走了至少1个营前往乌克兰，大约100件装备离开了基地，包括 MTLB 牵引车和 RS-1式自行火炮等装备，还有专门在冻土和冰面上跑的 DT-10 和 DT-30交接式全地形车也被送到了乌克兰，然后被乌克兰摧毁。最夸张的是北德文斯克，这是俄罗斯建造和维修核潜艇的核心城市。冷战以来，这座城市周围一直部署着 S-300 和 S-400防空系统，大约有24套。2024年8月之后，这些系统开始陆续消失。卫星图像证实，雅格里岛和米罗诺夫山的2个主要防空阵地已经废弃，还有新地岛的罗加切沃空军基地。2015年的卫星图像上，防空阵地还清晰可见，但是到了2026年7月，图像上空空荡荡，存在了至少10年的阵地就这么没了。北极的防空伞被俄罗斯自己撕开了一个大口子。说白了，俄罗斯想保护的东西太多，但能用来保护的东西太少，于是不得不来回抽调。这样的俄罗斯能在美国没注意到的时候一点一点蚕食北极，但能不能守住北极呢？这可真不好说。兜兜转转，俄罗斯亲自给美国送上了一个在北极强化军事存在的窗口期。在这个窗口期里，俄罗斯还在被制裁拖累。俄罗斯的下一代领袖级核动力破冰船原计划2027年交付，现在已经推迟，未来4-5年内都别想见到船的影子。除此之外，俄罗斯国有港口管理公司已经取消了2艘创新破冰船的建造合同，这2艘船2021年7月就下单了，原计划2024年交付，后来推到2026年12月，现在直接取消，问就是被制裁卡住咽喉了。制裁一动，俄罗斯整个北极船队的更新节奏都被拖慢了。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运营着8艘核动力破冰船，还有3艘在建，但问题在于3艘老船很快就要退役了。到2030年，俄罗斯需要12到14艘核动力破冰船才能维持全年北极航运，但按照现在的建造速度，再加上制裁拖累，船队规模最多只能维持在10艘左右。所以俄罗斯的北极战略有一个致命前提，趁美国的精力都放在中东和印太，没注意到北极，向北极地区猛砸资源，先把生米煮成熟饭。等美国反应过来的时候，北极多半已经在俄罗斯掌控之中了。如果一切按照俄罗斯的想象发展的话，没准真能让俄罗斯成功投降。但是普京千算万算没算到，最后反倒是俄罗斯自己被拖在了乌克兰战场上。此前数十年的布局几乎就要毁在这一场战争里。这时候的俄罗斯还能拿什么来应对全力冲刺的美国？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大家觉得俄罗斯在北极的优势还能撑多久？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最后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
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